一年又一年，咱們國內汽車發展的速度快得就像高鐵列車。你敢相信，也就5、6年的時間，身邊能夠選擇的大型 SUV 已經不再依賴曾经的這些進口品牌了，並且用更快的速度進入了技術內卷以及價值重塑的關鍵階段。今天呢，我拿到了3台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國產豪華大6座 SUV， 中间的蓝图泰山、问界 M9、极氪 9X， 通過車內靜態體驗、駕駛質感以及輔助駕駛能力這3個維度出發，來看一下這3台車各自的優劣勢分別是什麼，以及哪一款更適合你。我们简单看一下外觀啊，實話實說啊，這個價位、這個尺寸的 SUV， 它其實外觀方面分不出絕對的高低。那藍圖泰山呢，它的前臉採用的是這種直瀑式的中網設計，看着大氣穩重，很霸氣，很行政，有沒有？而且還大面積用上了鍍鉻的元素，比如說車窗的邊緣呀，還有這個大柄輪毂，看上去都是亮閃閃的，精緻，而且氣場非常的強。问界 M9 呢，是這3台車裡面唯一一個有純電版車型的車，但無論是純電版還是增程版，這外觀方面呢，它幾乎都是相同的。車身的轉角呢都是採用這種圓潤的設計，然後前後燈組的設計語言呢也都是保持一致了，看上去呢是屬於那種優雅簡約的。極氪 9X 呢的外觀設計，尤其是前臉這兒啊，跟藍圖泰山一樣，都採用的這種直瀑式的中網設計。不過整個車身的外觀啊都是這種平直線條的機甲風的造型，跟它的家族式設計語言也是非常的相似啊。雖然整車看上去很大很霸氣，不過沒有多少行政感，反而更多的就是那種年輕人所要追求的科技感，有沒有？3台車對於前排內飾的表達呢，也有自己的風格。藍圖泰山的內飾呢，以舒展橫向線條從中控區域一直延伸到這個門板這兒啊，形成了一個環抱式的前艙，搭配上車內多處的這個木紋裝飾，配合上16.1英寸的車機屏，會有一種山水流韻的意境啊，並且肉眼可見的軟質包裹啊，基本上你能摸到的地方都是軟軟的，很舒服。可以說啊，把中式美學真的是展現的淋漓盡致。來到问界 M9 這兒，看得出來问界 M9 呢，它想在車內營造出來的是那種科技感，所以你看前排這兒的這個3連屏看着很震撼，副駕這兒的這塊娛樂屏幕很寬，尺寸甚至是比中控屏幕還要大的。但是唯一讓我覺得不舒服的一點就是中間的這個屏幕和屏幕之間的隔斷，看得真的是太扎眼了，你很難忽視它。所以我就在想，如果說把這屏幕和屏幕之間的這個隔斷做成漸變式的效果，那會不會看上去更好看一點呢？極氪 9X 的內飾呢，主打一個奢華感，對吧？2塊16.1英寸的 OLED 屏，再配備上下面一系列的按鍵，車門的門板這兒也有一系列的按鍵，中間這兒呢還有一塊布靈布靈的水晶材質的旋鈕，非常有個性。那至於前排座椅的舒適性方面呢，3台車都給到了滿，不用懷疑啊，畢竟你都到這個價位了，加熱、通風、按摩、記憶，但凡少給一個，都能給你罵上熱搜。一般來到這種級別的2排呢，都是冰箱彩電大沙發最極致的體現。首先要提的一點是，藍圖泰山和问界 M9 用上的呢都是鸿蒙智能座艙，這倆都是師出同門啊。但是我實際體驗下來啊，感覺這藍圖泰山明顯應該是拿到了更精進的心法，尤其是這2排尊位的 AI 雲樞座椅，來頭可不小啊。它是聯合了國內知名醫療專家團隊開發的，座椅內部呢是搭載了66顆傳感器，它不僅能夠實時的去感知乘客的坐姿以及體壓，並且呢有4個區域的自適應調節，可以很好的去貼合我的身體曲線，完全不會出現我坐在上面之後呢背部某個區域懸空這種情況，並且還體驗了這個中式穴位的按摩，力度和位置都是恰到好處，按個15分鐘，瞬間整個人神清氣爽。大師兄问界 M9 的零重力座椅當然也很舒服，但是你看這座椅貼合程度跟藍圖泰山相比還是有一定區別的。而極氪 9X 可以看出啊，它更想表達的就是個性。2個2排的獨立座椅的運動化包裹設計是非常不錯的，尤其是這個側翼支撐，在行車過程當中確實會對於這個側傾抑制有所幫助。但是唯一讓人覺得不得勁兒的就是長時間保持一個姿勢的話，那肯定久坐還是會不舒服。除此之外呢，藍圖泰山的2排娛樂屏幕是21.4英寸的3K 吸顶屏，问界 M9 呢可以選裝32英寸的投影幕布，但是我們這台試駕車是沒有選裝的。而極氪 9X 呢是17英寸的吸頂屏，问界 M9 的32英寸確實比那2台都要大，但是投影還是比較挑環境的。光照充足的條件下呢，它的觀影體驗是比較差點意思的。極氪 9X 的17英寸呢，看上去雖然不算小，但是也絕對稱不上大。
所以看起來總感覺啊差那么口气。所以如果让我选的话呢，我会选蓝图泰山的2排屏幕，大小合適，并且显示清晰度以及亮度都足够用。而冰箱方面呢，蓝图泰山用上的是13升的冷暖双开门冰箱，问界 M9呢是6.8升，极客 9X 呢是9升。那你可以说冰箱这个配置的使用场景它确实不多，但是有总比没有强，而且越大越好，指不定哪一天你就用得上了。外观和前排这3辆车各有各的好，那优秀的部分呢也都很相同，但2排相比之下，我觉得蓝图泰山的综合實力要更強一些。因為冰箱、彩電、大沙發這3個點，肯定沙發最重要，畢竟2排它又不參與駕駛，所以肯定是以舒適為主。不過呢，靜態歸靜態，車不動起來你怎麼都舒服，但讓車子動起來之後還能舒服的這一點，它才是真本事。所以接下來我們直接動態走起。我們先體驗極客 9X 啊。首先呢，與其說這台車它有舒適性，倒不如說這極客 9X 它給我的更多是運動感。底盤呢採用的是雙腔空懸以及 CDC 的電磁減震，即使這個懸架調到最軟那一檔，底盤對於路面的反饋，我覺得也是偏硬的。而且有一點需要小小的吐槽一下，就是極客 9X 這麼大的一台車，它是沒有配備後輪轉向系統的，所以在市區駕駛的過程當中，雖然這台車非常的快，給人感覺很運動，但是因為沒有後輪轉向，所以並不能讓人感覺到這台車很靈活，並且更可控。而且你要知道啊，如果預算充足的話，極客 9X 是給到了一個3電機版本的車型，那0-100加速的時間會來到更加恐怖的3.1秒，這就讓我有點不理解了。你說一台5.2米3噸重的 SUV， 它真的有必要做到這麼快嗎？來到問界 M9這邊啊，整體的一個底盤調教，尤其是你開過極客 9X 之後，會瞬間的感覺到，哇，舒服多了啊！尤其是對於這種爛路的震動過濾也是非常不錯的。不過呢，因為底盤採用的是這個單腔空懸的加持，所以相比之下呢，在這個側傾抑制方面以及起伏拋跳爛路的這種行駛的時候，速度一旦起來之後，整個車呢它就會有忽忽悠悠的這種感覺，那車內的舒適性呢會相對來說遜色一些。所以呢，像問界 M9這樣子的一個底盤調教，它其實就是適合那種佛系心態開車的人，那你一定會覺得這台車很舒服。最後呢，我們來看一下藍圖泰山啊，藍圖泰山它採用的是這個藍海智能超混的插混架構，可油可電，採用的呢是前後雙電機的布局，綜合最大的功率呢是380千瓦，綜合的峰值扭矩呢是705牛米，0-100加速來到了5秒幾。這數據聽起來確實很嚇人啊，但是實際的駕駛感受卻是非常舒服的。首先，油門的調教它是非常線性的，提速非常順滑。我個人認為啊，這個尺寸的 SUV 它要的就不是那種瞬時扭矩的爆發，那種源源不斷、持續穩定的動力輸出才是最優解，並且呢，底盤的調教是非常出色的。在此之前，國內還沒有任何一家在自家 SUV 產品上搭載3腔空懸以及 EDC 魔毯懸架的，有4種彈簧剛度的組合以及5檔的高度調節。你不管是過減速帶也好，還是坑洼路面，對於這顛簸的處理啊，可以說是極其細膩柔順的。在高速情況下的變道的側傾抑制控制的也非常不錯，並且呢，還給到了雙向16度的後輪轉向，最小的轉彎半徑才5.4米，這樣一台5.2米的大車在市區裡面開起來也能夠非常的靈活。那還有一點，我覺得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這藍圖泰山，它全系都是65度的3元鋰電池版本，這可以說是非常厚道了。那極客 9X 呢，它雖然是有這個70度電池的版本，但是它起步給到的電池版本呢是55度的。那問界 M9呢就更小了啊，52度的電池，並且藍圖泰山的電池呢也是800伏的高壓平台，它支持5C 超充的技術，12分鐘的時間就可以從20%充到80%。CLTC 的純電續航呢是350公里，那市區短途的情況下開個3天，我覺得完全沒有問題。所以目前看起來啊，大電池加小油箱不僅是未來的趨勢，也會更加的貼合插混或者增程車車主們的日常用車習慣。要說當今國內輔助駕駛系統認可度最高的，那華為乾坤絕對是其中之一。跟問界 M9一樣啊，藍圖泰山搭載的也是 ADS 4.0系統，而極客 9X 呢採用的是千里浩瀚 H7 方案。雖然是3台車的對比，但是藍圖泰山跟問界 M9啊可以說是一個門派的師兄弟，而極客 9X 的千里浩瀚 H7 方案呢，則是一位他派之士。可以說啊，這是2個輔助駕駛方案的對決。那接下來咱們就來看看這一位他派中人啊，究竟是真有學識的好手，還是功夫尚淺的後輩。藍圖泰山呢，全車是有29顆傳感器的 ，Max 版和 Max Plus 版呢是給到了1顆激光雷達的配置。如果說你上到的是 Ultra 版的話，那就是給到4顆激光雷達。所以不用再羨慕問界 M9了，人家問界 M9有的，咱們藍圖泰山也得有。這些硬件說完之後呢，再搭配上它這個乾坤輔助駕駛的方案，它的一個全面性，它對於複雜場景的一個感知，然後做決策。你即使行駛在這種比較複雜的市區多車流的這種場景下，
或者說我們剛才經過的这個圓環，它也是真正能夠讓我放心的。而且有一個小插曲，就是當我第一次切到輔助駕駛的時候呢，它突然啟動的那一瞬間，就对于當前的路段進行了一個自主的判斷，並且決策我變道超車。這個操作的整個過程非常的絲滑，非常的迅速。我當時甚至有點懷疑自己，我在想，難道我開車真的這麼慢嗎？而且你看前方這麼大曲率的一個轉彎，你看方向盤的調整非常的細膩，而且也沒有侵犯到旁邊的車道，因為旁邊是實線嘛，非常的精準，非常的絲滑。真的就跟真人在開車一樣。那來到問界 M9 這兒啊，我們可以看到同樣的這樣子一個路段，有多車匯入的這種情況，而且前方呢還有一樣的這種圓環的路段。你看，對於速度的掌握，以及對於車道的識別，甚至對於道路線的一個判斷，我覺得它都是識別的非常精準。當然，同樣都是華為乾坤 ADS 輔助駕駛這套方案。好，現在我們體驗的是極氪 9X 的輔助駕駛。那千里浩瀚 H7 方案呢，單從這個基礎的車道保持或者說領航，是能夠做到讓人放心的。但是遇到前方的有這種擁堵路段的時候呢，車機自己去判斷變道呀，或者說繼續跟車保持啊，這種情況下呢，它總會顯得猶豫不決，導致我突然心頭一緊。但是呢，一旦車流量情況比較複雜的時候，就比如說前方車流開始多起來，我左邊的車道有更多的快車需要經過的時候，即使它當前設定的時速是120公里，它也不願意變道，就願意跟在這輛慢車後面。場景一旦複雜之後，它處理信息、感知，然後最後到決策的這個能力是要差很多的。而且啊，進入像這樣子的這種環島的時候呢，你看這個方向盤的轉動，它並沒有很完全的按照這個車道線去跟隨啊，是有一點讓人心裡沒底的。其實一直很想介入，但是我又怕錯失了讓他表演的這個機會。所以總結啊，城市快速路或者說高速這一些車流量少，並且路況比較簡單的情況下呢，你是可以放心使用的。但是一旦車流量大，去到一些路況比較複雜，需要它自主變道、自主去判斷前方的這個路況的时候呢，它就會顯得猶豫不決。那一旦猶豫不決，我這個時候就還是建議你自己開為主。OK 啊，今天呢，我們從3個維度：靜態體驗、駕駛體驗以及輔助駕駛體驗，來詳細的給大家展示了這3台主流大6座 SUV 的區別。其實能夠明顯看出來啊，這極氪 9X 在很多地方的追求啊，有點本末倒置了。就比如說對於動力的過分追求，而藍圖泰山和問界 M9 呢，則更偏向於全年齡段的成功人士們，並且仔細對比之下，也能夠明顯看出來，這藍圖泰山在靜態體驗和駕乘體驗方面呢，有着更明顯的優勢。那確實啊，如果不是這麼細細的比較，很多人都會覺得這種旗艦級的車型應該不會有什麼本質的區別，畢竟大家都捲到這個份上了，就是在一些細枝末節上面的提升和追求，才能讓用戶更明顯感知到這一台藍圖泰山在這個細分市場中的獨特優勢。那在你心中，哪一台是你認為最好的大6座旗艦 SUV 呢？歡迎評論區打出來，分享你的看法。